你没有看错，眼前的这个巨型翘臀并不是电影特效，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。而这个满身肥肉的女人，体重更是重达800斤，生活已然无法自理，就连起床上个厕所都要男友用尽吃奶的力气才能将其拉起。上厕所更是要用特制的移动马桶，因为普通的马桶根本无法承受它的重量。上完厕所想洗个澡，还得叫上女儿过来帮忙，用湿纸巾擦拭全身，因为浴缸根本塞不下她。而她唯一能做的，只有抬起自己肥硕的肚皮，让男友和女儿擦拭被遮盖的部位。由于脂肪的堆积，她皮肤的褶皱处已经开始溃烂，还并发了严重的淋巴水肿。所有的一切都让她痛苦不堪。女人叫查乐蒂，家住美国德州，过度肥胖的畸形身躯让她无比的自卑。When I see myself in a mirror, I feel like some monster. 没想到她的男友却喜欢的不行。Charity makes me happy and I love being around her. So I take care of her most all the time.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熟悉的悲惨童年环节。查乐蒂的父亲是个酒鬼家暴男，每次喝完酒就会对查乐蒂和母亲大打出手。查乐蒂唯一寻求安慰的方式，就是每天等待父亲醉倒后，跑到厨房里去吃东西。I was okay as long as I was eating. My only comfort was food. 秉承着能吃4、5个甜甜圈就绝不只吃一个的原则，查乐蒂很快养成了暴饮暴食的习惯，直到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虽然心里想着不想让女儿也步自己的后尘，但转眼一看，女儿也不知不觉养成了自己的样子。祸不单行，查乐蒂的母亲又因脑癌住院，在母亲最需要自己的时候，自己却因着肥胖的身躯而无法到场，这让查乐蒂无比绝望。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将来也要面对同样的情形，查乐蒂深感恐惧。I think it would break Charlie's heart if she found me dead one day. That's a big fear that I have. 然而，查乐蒂也渐渐感觉到自己最担心的一天似乎正在逼近。为了不再辜负自己所爱的人，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减肥。为此，她特意穿上体面的衣服，刮好胡子，在家里静待医护人员的到来。最终，在男友和4个医护人员的帮助下，查乐蒂才艰难地走出房间，重重地躺在担架上。众人合力将她抬上救护车，送往医院。这也是她这20多年来第一次走出房门。来到医院，医生立刻给查乐蒂进行了全身检查。尽管医生早已见惯了各种肥胖者，但查乐蒂的情况依旧出乎他的预料。他腹部因为皮肤摩擦造成的溃烂伤口很难愈合，一旦发生感染，随时都可能要他的命。再一称体重778磅，将近800斤的体重，这让医生顿感不妙。如果查乐蒂再不减重，他的生命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医生给他制定了食谱，以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为主，禁饮含糖饮料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能超过1000卡。为了让查乐蒂能更好的坚持，女儿也陪着他一起吃起了减脂餐，就连身患脑癌的母亲也给他打来电话给予鼓励。查乐蒂告诉母亲，自己一定会好好减肥，争取早点过去陪她。可尽管如此，查乐蒂每接起电话，都担心会是母亲的死讯。一想到这里，他就忍不住落下泪来。他是如此的希望自己能够减下肥来，这样就能亲自照顾母亲，让她活得更久一些。这也成为了查乐蒂减肥的最大动力。就这样，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查乐蒂成功减重49磅。医生见她表现不错，便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考验，要她回家自行减肥，以证明她有不再胖起来的决心。医生要求她在1个月内减掉40磅，如果能做到，就给她安排缩胃手术。这对查乐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诱惑，查乐蒂直接狠下心来，让女儿把家里所有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扔掉。这一决定引起了她男友和女儿的反对，他们都认为这太极端了。可查乐蒂的态度异常坚定，她认为自己如果不走出舒适圈，那么真正的改变永远不会到来。然而就在1个月后，当查乐蒂信心满满的来到医院，却发现自己只减掉了18磅，远远没有到达医生定下的40磅的目标。
这让她无比沮丧。可医生并没有批评她，而是从查乐蒂身上看到了她减肥的决心，所以医生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。为了能更快达到手术的标准，医生决定让查乐蒂继续留在医院减肥。又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查乐蒂终于可以进行缩胃手术了。医生要把她足球大小的胃缩成棒球大小，通过减少胃容量来控制食欲。手术很成功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从此以后查乐蒂每个月可以减重25磅。等她再减重50磅，把体重降到600磅以下，就可以进行切皮手术，永远告别这些畸形的肿块了。查乐蒂感觉自己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，她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可现实总是那么的无情。就在查乐蒂出院后不久，一通电话让她彻底崩溃，她的母亲去世了。查乐蒂的情绪当场失控，自己减肥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早日陪伴在母亲身边，可没想到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头来还是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他不知道这一切都还有什么意义，悲痛万分的查乐蒂又开始用食物来缓解伤痛，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。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，食物再次成为了他唯一的寄托。女儿为他准备了薯条，他熟练地夹进了汉堡，悲伤地咀嚼起来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。时隔2个月后，当查乐蒂再次回到医院复诊，不出意料，她的体重没有降低。医生了解情况后也没有责怪她，而是严肃地提醒查乐蒂，她还是必须控制饮食，趁早做切皮手术，否则她那些溃烂的伤口一旦感染，随时都可能要了她的命。医生于是给她找来了心理医生，查乐蒂对她说出了多年来的心结。自己从小就希望酗酒的父亲在家暴的时候只打自己不打母亲，从那时起就把母亲当做了保护的对象。可现在一直想保护的人不在了，因为自己的体重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他不知道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，查乐蒂还是袒露了对自己的希望。他想要变得健康，想要照顾自己，希望能够原谅一切，继续生活。因为自己除了是女儿，还是一位母亲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经历这些悲痛。在医生的鼓励下，查乐蒂决定重新振作起来。她再次规范饮食，在女儿的陪伴下开始锻炼。就这样又过了2个月，她已经不需要再搭乘救护车了，而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坐车来到医院。秤上显示的597磅，也是对她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她终于可以做切皮手术了。医生切除了查乐蒂身上多余的肿块，光是抱在怀中就能感受到它的巨大。很难想象这些肿块已经在查乐蒂身上陪伴了如此之久。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努力，医生最终从查乐蒂身上切下了57磅的脂肪。术后没有了翘臀的查乐蒂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出院前的最后一次称重496磅，从开始减肥至今，她足足减掉了282磅，将近300斤。查乐蒂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准备迈向新的人生。但查乐蒂的故事还没有完结，她的减肥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，她的伤口不断感染，苦不堪言。男友也因为她的减肥中途出轨。最要命的是，女儿的体重也在日益飙升，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。后续详情，奇闻揭秘官将在下期视频为大家详细介绍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